大家好，我是修车仔，今天非常难得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新车 Isuzu D-Max 1.9 4x2 版本。很多汽车媒体都有拍过最高配，也就是 3.0 X-Terrain 的那一款。不过我觉得 Isuzu 1.9 的这个引擎反而才是一大奇迹。以前根本不会想过 Pickup 的 CC 竟然可以低过2000。不过很可惜Isuzu 只有在上一代的 D-Max 才主推这款引擎，这一代就好像没有特别强调 1.9 的卖点。这辆4x2 的 D-Max 也是我觉得最适合马来西亚人所购买的 Pickup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第一， Isuzu 耐操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第二，就是价格和配备。会以4面的角度来为你分析一辆车的优缺点以及保养费用方面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要先订阅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。2019年 Isuzu 发布了新一代 D-Max。二次小改款 Isuzu D-Max 的最大卖点就是换装了自己家最新的 1.9 DDI Blue Power Diesel Turbo Engine， 可谓是刷新了我们对 Pickup CC 的认知取代了原本用的 2.5 Liter Engine， 也比 2.5 的引擎重量轻了56公斤。 1.9 的引擎动力不变，继续沿用到今天的 D-Max。 3.0 的引擎就经过改良和优化，被沿用到现在最新的 X-Terrain 身上。动力数据也从原本的177 PS 380 Nm 提升到190 PS 450 Nm。在2019年也搭配了专门为新款 D-Max 所开发的6速 Auto 压箱，也是一直被沿用到今天的这代 D-Max。 2021的 D-Max 又再一次革命，上次是机械，这一次就到了它的外观和内装，整个就是令人为之震撼。很多汽车媒体对它的评价都算是蛮高。这次的车头更像是一只老虎，凶神恶煞的眼神搭配上大嘴和獠牙，气势方面拿捏到非常到位。内装相信大家也看过了，整个就是豪华的感觉。不过褐色皮革的内饰仅限于 X-Terrain 版本，虽然今天的主角 4x2 是没有那么多的材质混合搭配，不过整体的线条设计还是有在的。为什么会出一款 4x2 又是 Auto 的 Pickup Truck 呢？ Isuzu 是讲说只有 28% 的马来西亚皮卡用户才会经常使用他们的 4x4 系统。 4x2 车型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更加合适，它的传动系统比 4x4 简单，需要维护的部件自然更少，同时重量也比 4x4 轻了85公斤。外观也是我觉得很有良心的一点基本上 4x2 和高配版本也没有差很多，只要你肯花一点小钱是可以改到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最贵的 LED 头灯组在 4x2 身上竟然也有给到你这点是真的非常难得一般低配的 Pickup 的头灯都是给到你最普通的大碗灯，不过Isuzu却保留了和最高配一样的 LED 头灯给到 4x2， 真的是良心侧面看 D-Max 的车头线条整个就是壮加上气势，杀气的头灯组保留下来，不过中间的4个獠牙就变成粗面的气，我觉得喷亮面的灰色会更加霸气。 Signal 是单独一颗在下面的，而不是在头灯组里面。下巴也少了 X-Terrain 的那一个护板，来到侧面也少了大大的轮眉。Rim 也是比较小的尺寸，不过设计方面我反而觉得这个会比 X-Terrain 来的好看X-Terrain 的 Rim 好像也是很多人在吐槽的，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美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再来，有硕大的 Side Mirror， 也不像 X-Terrain 那样喷上灰色的漆。Side Step 的设计也比较简单，不过还是有给到你啦。来到后斗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看目前也是还没有什么人讲到。我发现到它的 Lift Spring是采用2片比较厚的设计，跟以往我所看过的 4x4 都不一样，一般都是采用比较薄，然后是4片这样子的。仔细做了功课过后，也发现到 Isuzu 确实也有在这里下了功夫。首先 Isuzu 采用了一种叫做 WSSP Warm Stress Shoot Panning 的技术来打造这个 Lift Spring。 Shoot Panning 又叫做喷完加工，这个工艺是用于强化表面，提高零件的强度、耐磨性和寿命、腐蚀性和韧性。网上也有一个 4x2 Auto Plus 的贴纸，尾灯组就没有像头灯组给你 LED 了，不过设计还是不错看的。一共分成3层，从侧面看还有一种立体的感觉，就觉得不会因为是 low spec 就随便给你一个尾灯啦。与Isuzu D-Max 1.9 Blue Power 的标志，这样大的车当然要配上 reverse camera。后面 bumper 也是有别于其他 Pickup 的 bumper 设计，它是和车身衔接的，然后是采用同样的色系。别的 Pickup 一般上都是分开，然后是 chrome 的，我就觉得看起来会比较突兀。打开它的后斗，也可以看到旁边是没有任何辅助工具，就是重这样子绑下来的。后面的空间是够大了，露营也可以放个小帐篷或者载你的 ATV。做公用的话，在你的嘎场肯定也不是问题。
来到内装就可以看得出有稍微 low spec 的感觉，也是因为 X Terrain 的版本实在是太美了。Meter 的设计还算是 OK， 有一点上一代的影子在。看到大串的锁匙就知道，当然是没有 Keyless Push Start。Dashboard 的材质搭配虽然是不如 X Terrain 的丰富，不过我很喜欢的分层式设计是有延续下来。前后门都有一个灰色线条做点缀，其实也算是蛮高松的设计了啦。主架这里的杯架是对着冷气的，你就可以不用加多5毛钱就可以喝到果啤冰。冷气出风口也是有别的材质框着，再加上一条灰色的线条穿过整个 dashboard， 还有超多的储物空间。不过控制冷气的就变成旋钮，不像 X Terrain 的钢琴按键这样，当然也少了 4H 的这个旋钮。开档杆旁边的按键也变成很多个松，屏幕的尺寸也缩水了，变成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黑色边框啊。虽然 pickup 后座很小，不过冷气它还是有给到你。我开起来的第一感觉是 steering 还不错看，再来加速方面就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爆发力啊，踩大油了它也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顺去罢了咯，是没有任何推背感的。真的这个引擎啊，它主打的还是经济实用性为主，相信你要飞的话 3.0 的会更好飞啦。steering 的转向我觉得 pickup 来讲算是蛮轻了，然后转向是有点模糊，我转的时候会有蛮大的虚位，有几次出入口啊我都是 steering 转到一半才会发觉到转到不够多啦。操控、动力、驾驶真的不是 D-Max 的强项，要有力的话还有更多的 pickup 会比它有力，不过质感和氛围我相信会是 D-Max 的主打。因为我竟然会觉得它的隔音还算是不错哦。当然在外面听到就是别有一番天地了啦，毕竟diesel嘛。Isuzu 也为这一代的 D-Max 特别做了空气动力学的测试，可能也是跟隔音这方面有关系。这个测试基本上是跑车才会做的啦，主要就是要增加车的下压力和稳定性，同时还可以降低撞风的噪音。总结为什么修车仔会觉得这款4×2版本反而是适合我们大部分马来西亚人，不只是根据 Isuzu 的统计啊，其实我看到大部分人真的都很少会用到这个4轮驱动的功能。有些人买 pickup 就是为了好看、高视线、气场，简单来讲就是眼咯。有的人是用来露营啊，体验户外生活，逃离大城市的钢筋水泥，回归原始。有的人又是要后斗来工作，用于载大量的货物等等。而这些用户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要 city drive 而已。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在街上走的 pickup 的后斗啊，甚至比我的钱包还要干净。真正会需要进到很严峻的八路，需要开到4轮驱动模式的其实并不多。所以 D-Max 4×2把适合城市用的 Auto 牙有给你，把用不到的4×4拿掉，价格压得够低，外形又不会cut掉太多的情况之下，其实还算是蛮划算的选择。都看到这里了，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啦。当然顺便按赞分享去 Facebook。要看我拍什么题材的，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感谢各位，感谢收看，我是修车仔，我们下期见。